240瓦27600毫安的旗舰噱头，奥海新建能量舱看上去像是顶配武器，但是实测结果告诉我，它更像是够用的旗舰，却不是极致的旗舰，性能离同价位真正的硬核对手还有不小的差距。现在的充电宝市场啊，动不动就能吹给游戏本拉满功率，但真正能做到240瓦全功率输出，还塞进27600毫安大容量的，其实没有几台。今天咱们这台奥海新建能量舱，官方口径是旗舰中的旗舰，能量密度、协议兼容、散热控制都拉满，还配上了科幻感十足的外观。但在离火车拆，我从不听宣传稿啊。接下来我们会按照老规矩，从开箱外观、协议识别到5轮循环实测温度、效率、容量，再到满功率拉载、多功率分配、文波检测，逐一测试它的真面目。后续我们还会把它拆开，把每一颗元件、每一条电路的底细都挖出来，看看这艘新舰到底是工程奇迹还是营销包装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包装，这个盒子做的是非常大的，上面有 Future 的标识，27600 240瓦，奥海的 logo， 整体的盒子就是黑色的。我们直接打开包装，这个盒子它是抽拉式的啊，打开以后，充电宝的本体，这个打开我感觉这个非常多的黑色的灰尘啊，这里有一个提示啊，数据线在盒子底部，这是充电宝附带的一根 CC 线，内部的说明书也是多国语言的啊，还有一个保修卡。这个好多灰尘啊，这个内衬掉灰太严重了啊！打开以后，我这个桌子上面就是它盒子里面的黑色的灰尘，包括充电宝上面都是灰尘啊。拿出充电宝以后，确实是像一个舰船一样的外观，非常的有科幻感。充电宝上面这些黄颜色的配色都是奥海的设计元素。充电宝的侧面27600的标识，奥海的 logo， 顶部的话也有一个奥海的 logo， 这一面则是3个充电口，内部的舌片都是黄颜色 ，C1 和 C2 口都是2个输入输出口 ，A 口的话是一个单输出口，这上面还有一个240瓦的标识，功能按键被设计在顶部这个地方。按一下就可以把屏幕点亮，上面有电量标识、输入输出的标识，还有 C1 口、C2 口、C3 口的功率标识。充电宝连整体包装一起 961.5 克，充电宝和线材一起的重量是708克，单线材重量31克，单充电宝重量677克，这个分量可不轻啊。充电宝正面的宽度为53毫米，正面的宽度为49毫米，顶部的宽度这里是50毫米。充电宝整体的高度约为170毫米。跟这几款大功率的充电宝都是重量差不多的，给大家对比一下外观吧，各有各的特色啊。整体的外观设计确实是非常的有个性，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外观，然后我们进入测试环节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舰240瓦充电宝它的规格信息啊，这个规格信息印得非常的模糊啊，看不清楚。产品名称新舰240瓦 PD 3.1 移动电源，型号是 AOC-P011， C1 口输入输出最高140瓦， C2 口输入输出最高也是140瓦， A 口最高输出功率 22.5 瓦，输出总功率是240瓦。电池锂离子电池，型号是 6INR22-71，电池容量4600毫安时， 99.36瓦时，标称容量是27600毫安时，里面有6颗电池组成的，额定容量16560毫安，5伏3安的情况放出来的，我们后面会验证。下面则是认证信息，美国的 FC 认证，欧盟的 CE 认证，国内的 3C 认证，锂离子电池的标识，日本的 PSE 强制认证，韩国的 KC 强制认证，请勿扔向垃圾桶。深圳市奥达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制造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检测一下这个充电宝3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看了协议以后，大概的知道了这个充电宝的兼容性了啊。这是这个充电宝 Type-C 1口检测出来的协议啊，这是跟酷莱科学的好啊，把 SCP 给剔除了。融合快充63瓦，
QC 3加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12伏。PD 3.1 140瓦 EBR AVS PBS QC5。PD 3.1 点击率固定档位6个，最高是28伏5安140瓦。PBS 档位2个，11伏5安和21伏5安。AVS 15至28伏140瓦。DCP F 2.4两个基础协议。这是这个充电宝 Type-C 2口检测出来的协议啊，这里面的协议跟 Type-C 1口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包括 PD 3.1 点击率里面的所有的电压档位都是一样的。这是充电宝 USB A 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，有高通 QC 3.0 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12伏，华为 FCP 的最高功率24瓦，华为 SCP 的最高功率20瓦，三星 AFC 功率也是24瓦，展讯的 SFCP、DCP、SAM F 2.4三个基础协议。测完它的协议，看了它的规格，我们现在就是来验证它的手机充电的兼容性。两个 C 口都没有华为的 SCP， 我们就从 A 口来检测一下华为的 SCP 协议啊。怎么还要把开机键按一下它才有输出啊？可以启动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在19瓦、20瓦的样子，也就是华为公开版的 22.5 瓦协议啊。两个 C 口我们都不用试了，华为的设备的话，除非是最新款的可以支持融合快充的，它可以用。这部手机是荣耀100，我们用它来验证 C1 和 C2 口的大功率快充。超级快充 Max 60瓦啊，只显示了个60瓦，一闪而过。我们看看实际的功率有多高，最高的真实功率可以跑到53瓦的样子。我们再来看 C2 口，同样是 Max 60瓦，最高功率跟 Type-C 口差不多的52、3瓦的样子。这一部手机为蓝厂的设备，它可以支持100瓦 PBS 啊。Type-C 2口启动的是融合快充啊，但是现在它又跳到了 PBS 快充，最高功率跑到88瓦的样子，这是100瓦的 PBS 啊，功率非常高。我们再看 C1 口，超快充电开启，这个功率也可以跑到80多瓦，这个功率很高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米家的设备，它可以启动多少功率啊？这部手机为67瓦自充功率的一部手机，也可以启动 PBS 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7、8瓦的样子，这对于米家设备来说还可以的啦，因为它没有米家私有协议。C2 口同样启动 PBS 快充，真实功率也可以跑到27、8瓦。这部手机为绿厂的一款最近出的一款新款设备啊，它既有 PBS 又有融合快充。首先 Type-C 2口超级闪充开启，这里直接显示的是30瓦，这个应该是融合快充的啊。我们再看 C1 口，同样是超级闪充开启，功率也可以跑到30瓦左右，这是真实的功率啊，应该是走的 UFCS 啊。这部手机为三星 Note 10加，我们看它能不能启动快充 2.0。首先是 Type-C 1口，直接启动超快 2.0， 真实功率30瓦左右。Type-C 2口同样是超快充电 2.0， 真实功率也是在30瓦左右。这个兼容性测试下来的话，这一代产品它的协议设置改进了啊，比我们前面测试的2款充电头，它的协议改了很多了，这个也算是进步吧。这个广告吹得这么响的新建240瓦充电宝，它的转换效率怎么样？目前充电宝本身还有 53% 的电量，我们把这个电全部放完，进行5次充放电循环，测试平均转换效率。5次充电全部用奥海自家的140瓦充电器，统计数据还是用智翔的仪表。这个奥海小新件5次充放电循环已经完成了，先给大家说一下它前面2次大功率的情况。5次充电自充的时候，它的表面温度我测量了一下，基本上都是 50.4 摄氏度。140瓦放电一共停了5次啊，有一次我没有记录，放到90%几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8、9分钟停一次啊。第一次放出 21%， 第二次放出 45%， 然后停的时候咱们测量了一下它充电宝的温度，表面温度在 49.4 摄氏度。这个充电宝它的温度高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一个区域，而充电口这个地方是没什么温度的。100瓦放电放出 54% 的电量的时候，它启动了过温保护，这个时候它表面温度54摄氏度，也就是放了30分钟就停了。这就是这个充电宝放电的情况。然后5次充放电实际得出的数据我都做成表格放在屏幕上，按照我们实际充放的数据来换算，实际的转换效率平均下来是 82.4%， 官方额定的能量是 99.36 瓦时。我们按照这个数值来换算的话，平均转换效率要偏高一点，它是 85%。 它的容量的情况的话也是有点出乎意料啊，官方额定的容量值是 16,560 毫安时，我实际用5伏3安的功率档位来放电，一共放出 17,679 毫安时，比额定的容量多出 1,119 毫安时，这个也是个反向虚标啊，多了1000多毫安时，这个也算是不错的了。
这个奥海小新件我再一次把它充满了，这一次咱们录制了一个自充曲线，大家来看一下啊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曲线该怎么说，不知道这个工程师为什么把这个曲线做成这个样子啊。完整的充电时间接近2个小时，从0到100，140瓦的功率只持续了5分钟时间，然后降到96瓦的功率持续了7分钟，再降到64瓦的功率持续了20分钟，后面又降到45瓦的功率，充了43分钟时间，后面又升到64瓦的功率，再降到45瓦的功率。它是充满了以后，从45瓦直接降为0，而不是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种充电曲线，我不知道工程师是怎么想的。这一次充满电，我们就要对它进行考验了啊，看它的真实的实力如何。这个充电宝既然宣传的是240瓦的，我们首先肯定是拉它的240瓦的输出能力，看看工程师能给你几分钟的240瓦功率啊。现在是140瓦和100瓦同时在输出，同时我在采集它的数据，果然跟我心里面想的是一样的啊，估计只有5分钟的输出能力。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一个140瓦，一个100瓦，都是输出了5分钟左右，同时关断输出的啊，放出了23%的电量出来。5分钟240瓦的输出能力，只能等它自然的冷却下来，才可以再进行大功率拉载啊。我们下一个拉载就是200瓦，这是200瓦烤机的情况啊。大家看充电曲线图，这一次2个充电口一共只运行了6分钟25秒，只比240瓦多了1分多钟时间。这一次200瓦放电只放了24%的电量啊。2次烤机它表面的温度都跟140瓦放电时断电的时候温度是一样的啊。后面的140瓦的话咱们就不用看了，因为前面5次充放电循环，第一次140瓦就停了5次啊，每一次运行都是8-9分钟时间就断了。还有这个充电宝它是有边充边放功能的，咱们用充电器输入100瓦，然后这一个 C2 口的话咱们是输出65瓦，边充边放功能是正常的，可以使用。我们实际放出它有17000多毫安，用这个充电宝为这3部手机给它补电，看它能不能把这个3部手机全部给它补满啊。首先是这一部蓝厂的 NEO10， 这部手机的电池是6100毫安，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 1%， 我们马上充电。这一部 NEO10 充电已完成，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前面4分钟为高功率阶段，功率大概是在50到58瓦的功率啊，后面26分钟平均功率在41瓦左右，一直在充电啊，充到 95%， 电压从18伏的 PPS 电压降为9伏的 PPS 电压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 1% 的电充到100的电，一共花了36分钟时间，这个充电速度非常的快啊。充满这一部6100毫安的手机，充电宝还剩 75% 的电量，仅仅用了 25% 的电啊。这部手机为绿厂系的真我13 Pro， 它的电池容量为5000毫安，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为 3%，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。这一部真我手机充电已完成，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这个是走的融合快充的协议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起始功率是27瓦，充到 90% 的功率是31瓦左右。这个充电曲线从第19分钟开始就有很多的功率波动，这个波动最低的功率是19瓦，充到 90%， 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 3% 的电充到100的电，一共花了55分钟时间，充电速度还算可以吧。充满这部手机，充电宝还剩 52% 的电量，也就是说给这个5000毫安的手机充电只耗了 23% 的电量啊。这一部手机为苹果16 Plus， 电池容量为4670毫安，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剩 4%， 我们充电采集数据。这个16 Plus 已经充到83个电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这个曲线图还是比较标准的啊，前面8分钟高功率阶段是27-8瓦的功率，然后降了一点点，降到25瓦左右的功率，高功率阶段一共持续了17分钟，降到21瓦的功率，充了13分钟左右，然后再降到14瓦的功率，充了6-7分钟，再降到8瓦的功率，充了6分钟时间，然后充到 80%， 电压从15伏直接降为5伏，转为5伏的涓流充电。这个手机从 4% 的电充到80的电，一共花了52分钟，这个充电时间也是很标准的。充完这个苹果手机，这个充电宝还剩 33% 的电量，3台手机总电池容量是16000毫安，这个充电宝直接把它们全部都可以充满，而且电量还可以剩 20-30% 啊，可以证明这个充电宝内部的电量是非常够用的。这个奥海新建它的3口功率分配是怎么做的？我们马上对它做一个测试。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双口功率分配，先启动 Type-C 1口的140瓦，再接上 Type-C 2口，
不会降功率啊，纹丝不动，总功率就是240瓦。我们这一次先接上 Type-C 2口，启动 Type-C 2口的140瓦，再来接上 Type-C 1口。这样的话就会断连了啊，它始终是 Type-C 1口优先启动140瓦。我们再来看 C 1口加 A 口的情况，先启动 C 1口的140瓦，再来接上 A 口。C 1口纹丝不动啊，没有断连。A 口的话走的20瓦，两个一起总功率160瓦。我们再来看 C 2口加 A 口是什么情况 ？C 2口启动140瓦，这个时候我们接上 A 口。同样是纹丝不动的啊，总功率160瓦。我们再来看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先接上 C 1口，启动140瓦，再接上 C 2口。C 1口不会断连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接上 A 口啊，两个还是没有动啊，没有出现断连的情况。A 口走的12伏，功率在16瓦左右，这加在一起的话，功率就超过240瓦了。这个功率分配测试，我们就可以看到3个充电口分别是各自独立的降压电路。我们现在把这一根随着充电宝附赠的这一根140瓦的线材做一个基础的测试。这个线材的直径为4毫米，护套的宽度为12毫米，厚度6毫米，护套的高度为19毫米，连底部防折断部分24毫米。这个线材的长度约为1米，多了80毫米啊。用智翔的仪表测出来，这个线材的线阻为104毫欧的样子，这个线阻表现还可以啊。这是我们读出来的 eMarker 信息，类型是被动型数据线，内部的芯片方案需要拆解开过后，我们看芯片才知道。供电能力5磁伏5安，240瓦 1PR， 速率规格是 USB 2.0。下面则是版本信息。关于这个线材的压降值，我们测9伏和15伏，现在是9伏1安的压降值 0.11 伏，9伏3安的压降值 0.32 伏，15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.11 伏，15伏3安的压降值也是 0.32 的样子。20伏3安60瓦输出，这边60瓦，这边59瓦，丢失功率约1瓦。20伏5安100瓦，这边输出100瓦，这边输入97瓦，丢失功率约3瓦。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一个奥海小星舰最后一项数据的测试，也就是它交流纹波控制的情况。这个数据测完，这个充电宝的完整性能就全部出来了啊！这也是各位老铁们最关心的数据。首先我们测试 Type-C 1口，15瓦功率的时候，纹波最高 33.7 毫伏，平均纹波 27.6 毫伏左右。27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44.7 毫伏，平均纹波 33.4 毫伏左右。36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47.7 毫伏，平均纹波 36.3 毫伏左右。45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54.5 毫伏，平均纹波40毫伏左右。6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66.7 毫伏，平均纹波 49.6 毫伏左右。10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74.5 毫伏，平均纹波 60.3 毫伏左右。14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115.2 毫伏，平均纹波 88.8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Type-C 2口纹波，15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36.5 毫伏，平均纹波 29.5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纹波最高的时候52毫伏，平均纹波 37.5 毫伏左右。36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55.9 毫伏，平均纹波 40.2 毫伏左右。45瓦纹波最高的时候64毫伏，平均纹波 46.9 毫伏左右。6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89.2 毫伏，平均纹波 65.7 毫伏左右。10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99.5 毫伏，平均纹波 68.5 毫伏左右。14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138.3 毫伏，平均纹波 104.4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USB A 口的纹波，15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50.8 毫伏，平均纹波 45.7 毫伏左右。18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60.4 毫伏，平均纹波 56.4 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18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65.6 毫伏，平均纹波 57.2 毫伏左右。A 口的纹波平直的多啊。这个奥海小星舰27600毫安的充电宝测试片的数据全部都出来了啊，给大家总结一下。这个产品开箱的第一感觉其实挺掉分的，盒子里面黑色的泡沫碎屑吸附在充电宝上，旗舰的定位却没有把细节做好。好在这个机身外观的科幻感还算是撑得住。协议兼容方面，比奥海前面的2款充电器有明显的进步，覆盖了当下主流的快充声带，但 PBS 依旧短板。荣耀的100瓦只能跑60瓦，vivo 倒是没有问题。这个表现对普通用户来说能充就行，可是对极客来说就是不过瘾。转换效率5次充放电平均下来 82.5%， 成绩合格，但不算亮眼。大功率的拉载能力更是能看出差距啊！240瓦5分钟，200瓦6分钟，140瓦
8分钟。这种表现说它能用没有问题，但距离极客心中的满血持续输出的旗舰差距还有一大截。多口使用不断连，这点算是优点，体验稳妥。附送的这根线材表现一般，没有为整机加分。它的文波测试结果在20到140毫伏之间，算是一般偏上。整体看下来，它确实是有旗舰的配置，但在真正的执行力和极致体验上，明显比同价位里把那些能效和稳定性做到极限的对手要逊色一些。所以我的结论是，奥海星舰能量舱更像是一台面向多设备日常用户的全能工具，适合出差，适合随身带，一机搞定笔记本、手机和平板。但是如果你是追求长时间满功率输出，想要干净的电能、极致体验的发烧友，那这台机器可能让你意犹未尽啊！一句话总结：240瓦、27600毫安的旗舰噱头，奥海星舰能量舱看上去像是顶配武器，但是实测结果告诉我，它更像是够用的旗舰，却不是极致的旗舰。性能离同价位真正的硬核对手还有不小的差距，性能数据够用，却撑不起极致，背后到底是架构取舍还是用料妥协？我们会在后续拆解篇把电路板的元器件逐个扒出来，看个究竟。测是为了了解，猜是为了真相，认真测猜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猜，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